欢迎我们的线上同学学习我们这个车灯升级的这个技术这个流程我们以往呢都是做线下培训那随着抖音现在很多人在咨询线上学习，有些人是来不了，对吧？路程比较远来不了，那要学习这个线上课程，所以我们也花了大概半年时间来做这个线上的一些这个知识，还有这个视频的录制包括这本书我们现在这本书其实也是为我们线上课程做准备的我们这个抖音上有一些视频，那些视频是相对比较零散的，对吧？就是可能东讲一下西讲一下，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这个知识点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一本书和一个系统的录出来的视频给大家讲，从0到1去讲给大家听我们这个车灯升级的一个步骤，还有一些设备、工具、耗材，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流程。还有一些疑难杂症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给大家讲。那所以我们这个录播课程呢，它跟我们这个抖音上的视频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录播课程里面的知识点会比较细比较丰富，而且呢时长也比较长。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把每一个点然后我们开门店所需要的每个点都讲清楚，而且呢可以让大家回去反复的看。因为我们以前在课堂上讲，就是线下培训可能讲完了，大家讲完了。那我们这个录播课程，大家可以不懂的就可以反复看这是有利于大家去学习跟记忆的。好，那我们今天开始第一课，就是了解学习工具跟设备。好，我们打开书的第一页第一页我们这边是目录目录我们第一课就是讲工具。我们呢这个整个的视频节奏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课本来走我们会把这个课本给大家讲透，然后也会补充很多课本上的一些知识点课本以外的知识点特别是我们会把这个课本上的一些知识呢进行融合起来比如说电容解码器、电阻解码器，那我们怎么来应用跟识别到我们车上去，对吧？哪些车用电容，哪些车用电阻，这个我们是需要融会贯通的去学习所以这里呢这个录播视频我们就从工具开始工具呢，这些工具我们都有的这是我们已经都是在市面上销售很多的了而且这是我们精选了一些很多用的比较实用的一些工具给大家那我通过视频呢跟大家讲一讲它的一些作用跟方法第一个这个一字螺丝刀这一字螺丝刀呢，它的用处呢主要是在我们开这个大灯总成外壳那一层还有就是说拧一些螺丝嘛，对吧？主要是用在我们这个开冷胶的外面那一层的我们把它冷胶拨开拨外面那一层是需要用到这个一字刀的那一字刀呢，我们有两种有一种这种普通的拧的，还有一种是那个专门为改冷胶引用的这个一字刀那种一字刀呢叫做研磨刀它的刀口相对比较锋利一点用起来比较好用一点这个我会看到我们这个图片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字这个研磨刀第二个这个拆灯工具的这个开灯钳这开灯钳肯定是必须用的开灯钳我们是整个把它撑开撑灯的话直接用这个开灯钳开灯钳我们一个店里面至少要备4把最少要备个4把，因为我们有4个灯2个灯你要2个人干的话，一人拿2个嘛，最少要2个，而且你这个有时候或者漏了呀、坏了呀、丢了呀，你得有所以这个便宜大家得备上封灯钳封灯钳就是我们在封灯的时候需要把我们那个整个大灯的前盖后盖要压紧，然后再打个钉我们就用的这个封灯钳这个相对比较简单，这个我们有视频演示这个内六角内六角这个大家就是我们拧很多螺丝，各种各样的螺丝，这个你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内六角带这个柄的带把的，它两边都有这个头的这个买一套相对好一点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那种便携式的，那个没什么用这个工具我们先要买好的，然后买齐全一点，我们在改灯的时候呢相对会比较来的舒服一点省时省力开孔器开孔器我们总共是2种嘛，对吧？有一种是前置的，是一个后置的。前置开孔器的作用呢，是我们在灯碗的前面进行定位打孔。那这个好处是在什么呢？好处是我们不需要拆灯碗就可以安装
那个进行打孔、开孔定位的啊，不用拆这个灯管整个拆下来。那后置的我们要把这个中网灯管拆掉，从后面去安装定位打孔啊，那个相对比较麻烦一点哈。现在基本都用前置的好一点，整个一套带上这个凸模啊，这个凸模我们是怎么用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原车 H7 的，那我们就用 H7 的凸模是吧？像大众车，如果是个原车 H4 的，像飞度啊、力威啊、缤智这些低配的，我们给它搞个什么 H4 的凸模上去，对吧 ？H4 的凸模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孔定位打了。那这个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保证我们打出来的孔位跟我们这个海拉5的孔位是一样的，因为原车透镜那个孔位，原车灯管的孔位我们不能乱打嘛，对吧？你打了之后那个打出来切线是歪的，我们要保证我们透镜切线是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前置定位器啊去这个开孔，你不然开出那个孔位是歪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1个孔、2个孔、3个孔、4个孔，这4个孔是我们海拉5孔位用的最多的，斜的、梯形的啊，是我们海拉5的孔位。那你不能打出这个正方形孔位，是不是？你打出正方形孔位，那就是装什么的？这个就是装那个Q5透镜的孔位了哈，这个大家注意啊。你看我们这里的孔位是不是？你看这1个、2个，这里是 Q5的孔位。那你如果打成 Q5孔位的，我们海拉5是装不上去的啊。我们海拉5透镜的话，它是梯形的孔位哈，1、2、3、3、4这4个孔位哈，所以这个是定位板的作用。这个我们根据我们视频的那个讲解，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哈。冷胶刀啊，冷胶刀呢，就主要是我们在勾我们这个大灯的总层的外层跟里层，我们需要用这个冷胶刀把它整个拉开的啊，割离掉啊，因为我们这个大灯总层这是一个 U 型，对不对？是一个 U 型。那 U 型里面，我们外面用那一层是用什么？外面那一层是我们用1字刀把它拉开的，里面那一层呢是需要什么？用我这个弯钩把它伸进去，把里面那一层胶给拉开，所以这个叫冷胶刀啊。冷胶刀我们也有2种哈。这个是我们那个亮度测试仪啊，这个强度测试仪呢，就是测我们原车的亮度，它的作用就是在于我们这个在升级车灯之前，比如测一下原车数据，原车卤素灯是多少啊，近光多少，远光多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测试，对吧？那如果这个测出来近光是600，远光是900，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升级完之后啊，改完之后，我们近光是6000，远光是9000。那我们就升级了，整个效果提升了10倍，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大家一定要最便宜的买一个这个，对不对？几十块钱。那如果有经济预算的，买个那个大的，我们后面会讲那个手持的那个大的那个调光数字亮度线显示仪，大概宽有60，高是40厘米，对吧？这个一个屏幕啊，大屏的，可以10米远都可以看得到数字啊。那个我这个屏幕上弹出来的哈，大家看一下这种哈，也是可以选择的。这个价格就会贵一些，这个就成本就要600来块钱了啊，双屏的远近光同显的，而且是蓝牙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万用表啊，万用表很多种，但是呢至少你得买一个，这个非常有用。那这个的具体的视频的操作，可以看我的抖音的置顶的第2条啊，去看我们那个上面有讲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就不单独讲解了，这里你们单独去看我抖音的上面的课程哈，我这个书上面也有2维码可以扫的哈。那前表啊，前表的话呢，我们是用去检测这个直流啊，我们一些这个电流啊，检测电流用这个相对比较方便的，因为我们用这个去检测电流是需要断电的，需要把我们这个线断开啊。我举个例子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测这个，我们测这个模组，我们测它的通过的电流，我们是需要什么？需要把这边跟这边要剪断，通过我们那个万用表，要通过我们这个万用表啊，这个正负极串起来的哈，那这样子才能够检测出我们的电流啊。那我们这个前表它的好处是不需要断线啊，它只需要这个夹在我们这个中间啊，它是这样子夹住啊，这夹在中间就可以检测出我们的电流数值啊。
但是这个问题呢，你们要买就买好的那种啊，直流好的前表，它才能精度才高啊。买那种普通的精度很差啊，还不如来这个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万用表。那这个两个的具体的一些学习视频，就看我的抖音上面的啊，讲的很详细的，这个非常有用啊，一定要把这个万用表学会用。我们在做新车 LED 方案的时候，如果连电流表不会用，你会遇到很多麻烦的啊。最好就是要学会用示波器啊，示波器你如果不会用，你最起码也要用万用表啊。用万用表呢之后呢，你检测各种疑难杂症啊，各种故障啊，我们远程帮你解决，也需要你去做这个啊，知道这个万用表哈，你不知道万用表的话会很麻烦啊。调光仪啊，这个调光仪的使用呢，我们会出一个视频给大家讲哈，这个调光仪怎么用啊。这个呢，主要是我们在比如说原车透镜离地面高度，我们用这个激光线对好之后，然后我们也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去啊，打到屏幕上去之后呢，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最高点。那我们改的透镜改完之后，我们要求我们那个十字点不能够，我们的切线不能高于我们的这个水平激光水平线啊，这个是一个基本要求。因为你高了的话，它肯定你把这灯光就飘高了嘛，对吧？你相距5米距离，对不对？我们车头到墙的距离是5米的话，调光墙的距离是5米的情况下，那我们激光点从透镜打出来打到墙上，那个切线就是我们最高点。我们正常5米的情况下，我们透镜切线要离我们这个调光仪的这个水平线要大概2厘米的距离啊。这个是我们要出一个视频给大家讲讲。后置定位板刚才讲了，我们的前置跟后置的两种啊，那这是其中之一。这种呢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啊，你们如果买的话就是买前置好一点哈。那手磨机这个肯定要备的啦，这个我们做切割、修复、修割各种支架呀，打磨一些角位啊，还有一些原车总成啊，我们要切割一些部位啊，我们都需要用的这个手磨机啊，特别是打磨支架、切支架，用这个用的相对比较多啊。那这个手持修割机这个也是用的很多的啊，这个是必备的啊。我们这个有配这个针头，有平割针头跟尖针头啊，这个是用来打磨我们原车灯管。我们原车灯管我们用打完之后不是个圆的嘛，用开孔器打了之后，对吧？那我们有些透镜是后面是方屁股啊，需要用到这个去修割啊，把它割掉，对不对？用这个去割掉它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手持修割机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啊，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啊。它有2个针头，你们买这个的时候必须得配啊，而且这个买就买稍微好一点的，用的多啊，因为这个长期用的啊。手电钻这个东西呢，肯定要用来卸螺丝、打螺丝啊，这个必须得用的，这个就不多说，很多地方得用啊。热风枪啊，这个也得用。第一个，我们可以开冷胶的时候，像宝马5系开冷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热风枪边加热边去开，对不对？那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我们在做这个鞘内里面的球头的时候要加热啊，也需要用这个热缩管，也可以用这个吹，是吧？这个热风枪用的是相对比较多的哈，这个必须得有哈。焊台，我们焊锡，我们现在很多接线都用焊锡，对不对？焊锡的我们就买个稍微好一点的，速显温度焊台，对不对？这个也不贵，100-200块钱，好的300-400块钱哈，可以用这个买个好一点的。电烙铁这个也得要，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做一些修补啊，缝一些大灯总成后盖啊，漏水起雾啊，那个断角的地方啊，还有把那个免开灯啊要修复它呀，也需要用到这个电烙铁啊，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工具啊，这个也是必须得要的哈。开孔器我们有10厘米的、7厘米、8厘米的都有啊，65厘米的都有的啊，这个你们正常备个2-3个在啊。测试电源啊，这个是220伏转12伏的，这个必须得要啊。为什么呢？我们给客户测灯给他看也好，我们自己装车的时候需要做测试，我们不能直接用原车电瓶的电了嘛。我们测试我们在透镜在调光的时候，我们测试的时候直接拉个电源上去测光啊。所以这个我们得一个店里面的2-3个必须得备，而且这个有时候坏了你得有顶上，对不对哈？空压机啊，空压机的话，我们有12升到30升啊。这个我建议大家买个30升左右的哈，也不能买太小，不能买太大，太大没什么用啊。买个30升到50升左右都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用到
这个很多吹尘啊、除尘啊、打钉啊、打马钉枪啊，还需要我们一些那个注胶机啊，我们都要用到这一类的这个空压机啊，去给它供这个气压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空压机啊必须得要。吹尘枪啊，这个我们一般都是买那个空压机里面都会有的了哈，马钉枪，这个都是配合我们那个打钉子啊，我们有些打完胶之后需要用到这个打马钉枪固定一下，免得我们的灯罩划位，对不对啊？那就需要用到这个马钉枪、吹尘枪。吹尘枪我们在整个改动过程当中都要用到这个都要用到这个的啊。那注胶机啊，注胶机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原车升级的时候，大灯、德系车啊，我们都冷胶的情况下，我们也用这个注胶机会相对专业点。有些车主会问你有没有用到注胶机？是吧？这个都是被抖音教上去的哈。如果你们店如果改灯量或者长期做打算的情况下呢，那就上一个大型注胶机是可以的哈。买就买个好的，要么就不要买啊。这个我抖音上也讲过哈，就是说如果你的店的销量能大于30台以上的那就弄个注胶机每天用，对吧？那你如果说只是偶尔改个几台车，那就没必要用了哈，没必要搞个这个浪费钱啊。青胶刀那我们青胶刀有这种2个把的、3个把的这种青胶刀。那青胶刀呢，它主要是沿用在我们这个灯槽清冷胶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根据我们灯槽的宽度，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冷胶、青胶的这个刀口哈。这个有扁的，有长的，各种款啊。端子压线钳端子压线钳跟拨线钳这个都得备一点这个用的相对比较多特别是拨线钳我们这个用的相对比较多我们正常门店里面这个都不讲了，是吧？这个都用的多。变频直流仪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也用一下，为什么呢？我们用来检测测算功率电流然后用来测灯珠其实用这个东西相对比较好，它是可以调我们的电流电压的可以，我们原车 LED 的这种是需要用到这个变频直流这个去测它的灯珠，把它点亮看它的灯珠亮不亮我们需要通过小电流去推动它我们有些车是它原车的这个电流很大，对吧？原车电流很大，那我们要先用小电流去推动它，把它点亮。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它的电压，有些我们不是12伏的，我们就要调到12伏，对吧？调到比如它不是12伏，我们18伏的，我们要调18伏给它供电，它才能点得亮。特别是我们的检修一些日行灯有些日行灯它不是12伏的嘛，有些是18伏、27伏的，对吧？那有些我们灯珠板也是，它是有9颗灯珠串联的那种它的电压很大，电流很小，那也是需要用到这个去点亮它所以这个灵活的应用这些东西是很有用的。好，冷胶液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冷胶液我们正常呢每个店都得备嘛，那我们开冷胶。那冷胶液一般是在140度它就产生化学作用它才能够产生这个分离的作用你如果低于100度了，就这个作用不大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温度烤到120到140之间，它是作用是比较好的。那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冷胶液不能滴到灯罩上了千万要注意千万要注意，我们冷胶液不能够把它沾到了我们那个灯罩前面去，如果流到了灯罩前面去，那整个灯罩就废了要重新要买一个了，因为打磨翻新基本上没什么用这冷胶液要注意。那冷胶液我们有那种烈一点的，就比较呛的那种，但是它开灯比较容易但是它比较刺鼻对身体不是特别好。那我建议呢，我们自己卖的这些呢，相对比较中偏上一点吧，也不会说太温和，也不会说太呛那种开起来很多冷胶都可以用这个开起来冷胶液要配合好的话，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个汽车这个检测电笔这个我们都得用这个电笔的话，你至少每个门店备个1-2个嘛，对吧？探测针我们一般也是跟电笔一起来。这个充电台我们一个店里面至少你主推的4-5个款，那你都得买4-5个吧，对吧？你把它放在那个展柜里面，车主来的时候直接给他看车主他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想弄不想弄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点亮给他看，我打给你看我这个亮度是多少，是吧？我们改完之后的效果，他这个差别视觉冲击还是非常大的，他肯定会愿意说，这个效果这么好，那我还是花点钱搞一个，
对不对？那你没有对比，你没有给它视觉的冲击的话，他就觉得，哎，我改不改无所谓，他没有形成对比嘛，对吧？人与人之间的高度啊，也是通过对比出来的嘛。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幸福感也是通过对比出来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对比很重要啊，你要对比给他看，你原车这个效果，我们改完之后这个效果，哎，他觉得改完之后，的确很牛逼啊，效果很好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点亮给他看哈，这个是充电的，直接拿着在这个店里面晃悠晃悠给他看哈，所以这个是充电台。烤箱啊，那烤箱呢，我们是用的比较最多的一个工具了啊。烤箱我们有这个指针的、速显的，这个中间这个是中烤箱啊，我们是1.28米乘以1米，标准版的一般就是1米乘以98乘以65哈，这个小一点。那这个呢可以同时烤2个汉兰达的灯横着烤都可以哈，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烤汉兰达。啊，普通大众车这个可以2个可以同时烤啊，然后像汉兰达、卡罗拉这种车呢就只能这个也可以2个烤，这个就只能一个一个烤啊，明白吧？啊，这个的一般都是3000瓦啊，3000瓦2箱的2箱电啊，2箱电3000瓦啊。这个拆灯鞘啊，这个必须得要了。我们拆这个中网啊，里面的一些螺丝、那个卡扣啊，这些东西都是用这个鞘啊，拆钉鞘，这个得用啊。拆杠，我们拆杠的一些这个专用的一些套件啊，这些都得用哈。用这个我们一般你在拼多多上面都可以买，你如果跟我们拿也行，或者直接在拼多多上买的便宜的很，但是买质量好一点的用，要买多2、3套备在店里面啊。诊断仪有没有必要买哈？那这个其实我建议的话，还是得买一个，有条件得买一个啊。那我们在做轻故障啊、检测故障的时候呢，有这个东西相对比较方便一点哈。因为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检测故障，然后把故障码刷掉。特别是像本田这种车，我们做完车身升级之后，我们需要把它刷一下啊。你恢复原车 LED 的，你拔了之后它就有个故障灯啊，然后我们是需要把它刷一下之后呢，啊，你就没故障灯啊。如果你不刷，它那故障一直是什么存在的啊？就这个诊断仪，那它是没有那种改这个权限的，它是没有，比如说我有故障灯，我把它编程，它是没有权限的，这个是没有的。那不有些那个1万多的新款可能有，但这种2、3千块钱的是没有的哈，它是没有那个功能的啊。这个你们有条件可以买一个啊，而且用的多。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的，你又没有，那怎么办？去维修店啊，没有美人维修店去借一个啊，他们都有，过来借一下也行啊。关系好的就借一个，平时给他散烟啊，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福琴这个解码终端啊，这个呢就是它的是5053的这个功能啊，它是把5053的一些车灯里面的一些常用的东西，把它集成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去啊，然后通过 OBD 接那个之后，我们通过这个这个来刷掉它啊。我们这个视频上有这个演示啊，给大家看。我们比如说这个速腾啊，卤素灯的，我们把它刷成氙气灯啊，刷成氙气模式，哎，它就不报故障了。那为什么刷成氙气灯不报故障啊？那这个我们后期再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也有相关的视频。那这个主要是解什么？解大众哈、德系车哈、斯柯达、奥迪跟这个大众啊，这个比较多一点哈。那它是奔驰、宝马这是解不了的啊，这是另外一个系统哈，它只能是5053进系统啊那个程序啊，就是这个功能。